已经全数缴获。赵大人，布防图。朔漠兵取道萧南郡，而萧南郡山路崎岖，他们的粮草辎重肯定所带不多，所以他们比我们更心浮气躁。对，方才在城墙上的确听得马蹄声杂乱，所以他们迫切想拿下望城，以望城为据点补给粮草，在前后夹击云中郡。若是萧巡此刻带萧南郡的人马增兵朔漠，我们应当如何？以我对萧巡的了解，他既要借朔漠这把刀，必然要等刀见血才肯现身。他要等朔漠兵占据望城，这3000借道的朔漠兵就是他给朔漠的诚意，所以他的人暂不会有所行动。朔漠3000，对我们800，他们还是更占优势。望城城防物资有限，要如何取胜？我阿爹说过，历来打仗并非比谁的兵多，如今就让他们见识见识，我们大楚如何以少胜多。长公主讲得好，你可有什么谋划呀？阿九，可有打探到敌军粮草和水源？在望城东侧有一条小溪，乃是朔漠人的水源；这望城西侧乃是朔漠人的粮草，而且只有明哨。赵大人，水路上游可有支脉、隘口等水脉地势？你要断掉他们水源？城外5里处有条水道，每到旱季便会干涸。如果引水倒是可行，只是我们现在无法派遣民夫前往。这个交给我。你有什么办法？别忘了，我们可用鼓哨联络城外仓木寨的伙伴，让他们在水道处连夜行动。那就劳烦葛大神安排。你刚说西门有暗道，暗道通往此处，只不过是先帝年间修的，早已废弃了。阿九，你方才说粮草在西侧，对吧？不错。那即便是废弃暗道，也能为我所用。赵大人，传令下去，全城百姓庇护，严禁与城外来往。是。另外，将守城物资和粮草全部调往城南。北门敌军最多，你反倒把城防物资往南门堆啊？调虎离山。不错。这城门都封闭了，你拿什么传递信息引朔漠人攻打南门呢？朔漠3000兵马围城，必定料定城内人心浮动。若此时有人携城防图投诚，你们说他们会不会信？他们急于破城，当然如饿狼见肉了。我这贪生怕死之态，我骗不过朔漠人啊！我去。你一个斥候，凭什么取信于敌？我凭何取信敌军？长公主应该很清楚，不是吗？此去九死一生，你可想好了？我想好了，但我有个条件。混账！大敌来犯，你还敢提什么条件？我知道你的条件。此战若成，你活着回来，我为你向朝廷请封。朔漠人真正相信他带去的假线报吗？不，我让他带去的是真的布防图。毕竟我确实把粮草运往了城南，没有什么比用真相编织一个谎言更容易取信于人。葛大神，你先去联系城外。朔漠人确认了梁强带去的城防图后，必会增兵南门。此时西门守备减少。阿九、葛寨主，你们趁夜从城西暗道出城，火烧敌军粮草，乱其军心。中书、葛大神，你们火起为号，待敌军大乱，率800精兵从北门出城冲阵，一举击溃朔漠主营，再逐一击溃四散队伍。得令。此战凶险，大家务必小心。是。
早有准备，这是要瓮中捉鳖呀！报！苏某明北门陈兵1500，东西南暂驻城门，各陈兵500。哎呦，不多，这还不多啊！望城屯兵只有500，怎能打得过这3000朔漠精军呢？仗还没打，说什么丧气话？你当老子带的300楚家军是吃干饭的？你们望城躲在云中郡背后过惯了舒服日子，你们防备如此疏忽啊！800也打不过3000，放屁！800楚家军能干翻他3000。你要是再扰乱军心，信不信我拿你第一根祭旗？3000兵马入境，为何没有走漏一点风声？除了萧巡，还能有谁？这是打开自家后院，引狼入室。既然他们在东西南门各占兵500，那只要我们集中兵力从南门突围，就有机会护送长公主出去。对呀，阿昭，你此刻走，我们断后，我拼了命也能把你送出城去。不能走。我们不能让望城百姓沦为朔漠的刀下亡魂，更不能让萧巡的计谋得逞。望城在云中郡后方，若是朔漠打下望城，萧南王一定会趁势出兵，朔漠就有机会夹击云中郡，到时大楚势必陷入战乱，萧巡再趁乱夺围。所以，望城不能丢，我也不能走。你没事吧？葛大婶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又是哪路神仙啊？望城城门已经被朔漠人给封死了，你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这位是苍木寨的葛寨主，这位是葛大婶。苍木寨，山匪。对。我们从东门闯进来，那边约莫有500朔漠人。葛大婶，你来的正好。如果需要，吩咐便是。我们先回府衙议事。你跟那丫头只字未提。葛大婶，苍木寨的弟兄们又来相助，楚昭实在是过意不去。先前对抗萧南追兵，已是连累大家。如今望城危急，竟又要拖累你们。话这么说就见外了。我们苍木寨虽是山匪，却也知晓什么是大义。敌军当前，谈什么拖累？我对苍木寨的承诺一直有效。记着。长公主说的没错，末将搜城发现了10几名朔漠人。将士们备了薄酒，赏你好歹是喝一杯青乌酒以后再走吧。将军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们要赶往云中郡，耽搁不得。队长，哎，丫头着急回家，你来这做什么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诸位的好意，我都心领了。殿下，再去路上吃。乡亲们，大军开拔，切莫挡住道路，耽误行程。好意心领了。大人，太傅到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谢大人深夜仍在操劳，实乃朝廷栋梁啊。太傅深夜到访，不会只为了夸我几句吧？本官是来贺喜的。
谢大人，望城一役可谓大捷。太傅何出此言？望城大捷是长公主运筹帷幄。当然了，还有九弟冲锋陷阵，不过本官也不敢居功。谢燕来一路护送长公主，助长公主取得望城大捷。那这云中郡的边军呢，便是有望接手了。谢大人，好算计。太傅糊涂了，九弟的禁军统领是陛下亲封的，怎可随意离开皇城？再者说了，边军哪有那么容易接管？对别人或许不易，但是对谢大人来说，不是易如反掌吗？毕竟你那九弟能调动苍木寨山匪为他助战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他清楚不清楚，自己与那群苍木寨的山匪，在这魏家村的渊源。太傅，有些话说出口，可就是。我与先帝萧景年少相识，曾以为我们会是彼此一生的挚友。萧景说要做明君，我便许诺为他守江山。朔漠集结5万骑兵，云中守将请求增援，让我去。你说什么？云州乃边境要害，不容有失。可我怎能刚登基，就把你派去最危险的地方？正因为你是新君，才更需要一场胜利。卓楚灵任魏将军，统领边军，即日赴任云中郡。那一日，他将代表权力的龙吟宝剑递到我手中，可再利的剑，也斩不断宿命。我步入云中的第一站，便遇见了他。男人小儿，可敢与我一战？朔漠女将军阿兰若英，后来在荒丘，我又见到她为战死的亲军落泪，我才知道，朔漠女罗刹心中不止杀伐。楚将军深夜独行，未带亲卫，就不怕我取你首级祭旗？我今夜前来，不是跟你争吵的，我是想和你聊聊。你我有什么可聊的？止歌。止歌。我独自去见他，送他母亲给我的玉佩，上刻“止歌”2字。他迟疑后，终究接下，并回赠我一只朔漠的骨哨。他说，他愿拼死一试。然他迟疑劝和换来的，却是朔漠王要斩他于2军阵前。我只能将他带回大楚。我告诉他，若朔漠的鹰没有了方向，那便做朵不败的花吧。从此世上没有了阿兰若英，只有我的妻子木棉后。直到楚都的圣旨传来，我的君王要我亲手了断自己的誓言。他说，去母留子是为我的前程，也是为了楚氏全族。你又做什么？在方寸之地，碾落做成泥。冷眼照风云，楚河我自知己，叹命运。只见众生如云，
迷破残局，聚究竟，冷落雨，缓缓虚实境，天地作棋，红尘的歌曲，落在如心，无白起让花尽，小树林花为对，知情。长苦事残烧，嫌你照，偏要生云霄，摘下傲骨血肉成鞘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功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需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我心的骄傲。宫阙九重暗角，只为与人笑，纷纷扰扰，人间惊恐把你照照。星火在缝隙间熬，烈焰中咆哮，把寒夜烧出破晓。命运困我于囚牢，也不想深愿低头求饶。总是有光渺渺，我自桀骜，浮游欲渡沧海，不问今朝，不问结局，我一心我道，无惧路遥，流萤生于浮草，也要燃烧，指尖冲破天光一道，让这满身伤痕成为